不过短短3日的光影，在第4重天一片广阔的云海上，1000多根阵旗被同时激活，场面无比壮观。李长寿的一具指导人盘坐在总阵的阵眼，缓缓记起太极图，将数十座首尾相连的困阵纳入阴阳大道的庇护。与此同时，李长寿开启在商部族的一具指导人，在城外小树林逛荡了一阵，很快就听到了一缕孔宣大解头的传声。怎了？可是有急事？清醒转世身，一切安好，此时就在城中玩耍。李长寿眼前一亮，这嗓音已经是有了3分温柔，3分温润，声调都比之前提了许多。此前孔宣是阴阳未分，处于中性阶段，此时不过是朝着阴属偏移。李长寿朗声道：道友不必现身相见，只是有一事来征得道友同意。令弟此前擅闯天庭，欲要去广寒宫中一亲恒娥仙子芳泽，现如今被我抓住吊了起来。打杀了就是，不必念我情面。孔宣的话语无比淡定，李长寿有些迟疑，又道：我是想将他收服为天庭所用。孔宣沉默了一阵，李长寿面前出现了五彩神光，凝出了一道虚影。显然此时的孔宣本体并不适合外出相见。看此时孔宣凝出的虚影，面容已经比之前多了几分温柔，身形也变得窈窕纤秀，虽不敢说绝世芳华，却自成一股独特的韵味。孔宣皱眉：天庭收服他作何用？惹事败气运吗？金鹏的急速或有大用。就算道友你说的再轻描淡写，我也不能真的打杀了他。他毕竟是道友的兄弟，凤族本就人丁凋零。孔宣下意识地抿了抿嘴，凤目凝视着李长寿，而后轻轻叹了一口气。我本不想再继续欠你人情，但你当真罢了。你若能改改他那狂妄自大的性子，让他今后少给我添乱，我亲自去劝他都可。哎呦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道友莫说人情不人情，我家师兄听到了定要训斥我了。孔宣目光看向侧旁，若是所见不错，若是感知不错，若是李长寿对女子的认知没有出错，这是一丢丢的娇羞。赞美老师，师兄的好事八字很快就要有一撇了。可需要我做什么？倒是不用做太多。我需要借道友你一缕气息，最好是我用流影球拍一下你这虚影的背影。孔宣不明所以，但是没有犹豫，就点头答应了下来。李长寿让孔宣稍等，在这一片小树林之中一片忙碌，又是捣鼓云雾，又是选取拍摄角度，很快就拿出了几枚流影球，拍了一阵孔宣的虚影。熬鹰工作继续紧锣密鼓的筹备。于是3天之后，凌霄宝殿中，众仙神天将聚在一起，坐在几排矮桌后，看着铺设在地板上的特大号铜镜。玉帝陛下坐在高台宝座上，一袭白衣，嘴角带笑，旁边是备好的瓜果美酒，静待好戏登台。李长寿坐在高台之下的最前方，与木工同桌。待时辰差不多，李长寿站起身来，对着玉帝做了一个道揖：陛下，各处都已经准备妥当，是否开始收服这金翅大鹏鸟？长庚放手去做，我已准备看一场好戏了。李长寿低头称是，拂尘对着铜镜一甩，铜镜之上灵光闪现，呈现出了清晰的画面。广寒宫外，一棵长在月宫附近的大树树干处，老君的坐骑青牛，以及月桂树之死敌天庭偷伐乱伐第一人吴刚，各自抱着胳膊站在那金翅大鹏鸟面前。一看到吴刚，天庭众仙神就想起了此前所见那位恒娥仙子。哎呀，呸，怎么敢直呼太阴星君大人的尊号呢？太阴星君那一巴掌把这金翅大鹏拍飞的画面，在众仙道心处不断的盘旋，惹不起啊，惹不起。青牛做侧耳倾听状，笑道：
要开始了，道友，我带这只鸟离开了。好嘞。吴刚随手射来一把大斧，手指一点，将吊着金翅大鹏的那一根绳索解开，交到了青牛手中。青牛笑道：长工师兄说这次还要多谢横阿仙子出手。殿下有交代，水神大人有事尽管吩咐，道友不必多提这般小事。吴刚摆摆手，扛着斧头回返月桂树旁，口中高声吟诵：玉上9天观明月，先炼铁骨3万年。青牛嘿嘿一笑，心道：我家长工师兄修行至今才多少年？当下这青牛拽着仙绳，将昏睡不醒的金翅大鹏扛在肩上，朝着4重天落去。一路无波无澜，青牛顺利抵达连环大阵外围。青牛找了一棵大树，将金翅大鹏鸟挂起来，对着金翅大鹏吹了一口仙气儿。猜猜这口气儿什么味儿？烤翅味儿。小子，醒醒！金翅大鹏哆嗦了几下，缓缓睁开眼，喉结上下颤动几下，面色有些苍白。我的翅膀，我的胳膊还在。青牛随手射来一块青石，淡定地入座，微笑着看着倒吊着的金翅大鹏鸟。见到横阿仙子啦？金翅大鹏鸟当下就是一哆嗦。你放我下来！放你？水神大人没交代，咱也不敢直接做主啊。水神大人只是让咱看着你，顺便给你念一点守则。你果然是水神的人。咱是圣人的坐骑，你即将成为圣人弟子的坐骑，咱俩差着辈儿呢，你最好放尊重点儿。金翅大鹏双眼一瞪，随后仰头看着下方的石面，用力大笑。我就算被扒皮抽进死无葬身之地，也绝不会成为任何生灵之坐骑。凤族男儿不怕死，我自心中存涅槃。这脑子不灵光，还这么犟。青牛摇摇头，一脸的惋惜。你估计是没救了。你可知对付你，水神大人花费了几分心力？金翅大鹏默然不语，青牛哼了一声，低头瞧了眼掌心写的小字儿，继续道：半分都不到。金翅大鹏冷冷一笑，扭过头去。既已胜了，何必奚落？罢了。朽木不可雕，枯草不顶宝。青牛在袖中拿出一只卷轴，朗声道：咱还是早点做完长工师兄的交代，回兜率宫中吃桃子吧。来，都听着，我只念一遍。人教坐骑的12条基本守则。第1条，被骑乘时当飞行稳当，不可突然前行，突然静止。这跟你自己飞的时候可不一样。一条条一幕幕，青牛读着手中的卷轴，还颇有耐心的一字一句讲解。金翅大鹏却是不断的扭头，不断咬牙，恨不得将自己的耳朵给封起来，但是此时根本就用不上任何的法力，只能一副不听青牛念经的优良表情。凌霄殿上，东木公纳闷地问：水神不是说不收他做坐骑，而是为天庭效力吗？这不过是一点小算计。凌霄殿各处一只只耳朵竖了起来。咱们虽然是要收他为天庭所用，但也可以用一些合理的手段。最初时先给他定下一个糟糕的未来，成为旁人的坐骑，后续让他一点点低头驯服。等他接受成为坐骑的命途，我们转过来再告诉他不必做坐骑，做一个昂首挺胸为天庭效力的将领，他会如何？自会立刻燃起希望，降低对天庭的怨念，对天庭感恩戴德。木公面露恍然，周遭的众仙神也是纷纷点头称赞。脏，真的脏啊！有一位正神小声道：水神，
你能直接把这般算计说出来，没事吗？无妨，各位继续看下去就是。今日咱们就光明磊落，以德服人。来人，奏乐。大殿角落立刻走来几名仙子乐师，开始开始吹拉弹唱，让悠扬的乐声飘荡在各处。半个时辰后，青牛是口干舌燥，仰头喝了一口甘甜的果酿。你到底是听还是没听？哼！金翅大鹏把头甩出了几分洒脱。嘿，你这小鸟崽！算了，一声轻叹自后方传来。青牛扭头看去，顿时笑着做了一个倒衣。云海起波澜，凝成一道100丈高的虚影。这虚影类似于法相，白发白眉白袍，端坐在云海之上，面容多有慈悲之意。周遭闪耀着淡淡的光晕，一缕晦涩的道韵弥漫开来。金翅大鹏鸟看得一愣，不自觉感受这般道韵，却是有些头昏脑胀。太极图蕴含的太极之理，自非半点太清大道底子都无的生灵可参悟。兽杖图威，嘿嘿！李长寿的嗓音如若洪钟大鼓，在金翅大鹏的耳中炸响。孽畜，你擅闯天庭，暗袭太一星，罪当百死，何敢猖狂？你有本事放我下来！金翅大鹏鸟定声大喝：贫道不过是遭了偷袭，若与你1对1较量，未必会输给你。莫要执迷不悟。唉，我念在旧友之情，想要留你一条性命，你既一心求死，成全你就罢了。当下那100丈高的虚影缓缓抬手，金翅大鹏鸟直接砸落在地上，元神处的9条枷锁同时消散。金翅大鹏鸟一个翻身跳了起来，目中划过了几分厉色，低头一声大吼，身形化作一缕金线，即刻前冲。没有半分犹豫，没有半分迟疑，金翅大鹏鸟背后张开了一双金色羽翼，瞬间就洞穿了李长寿所画的虚影心口。凌霄宝殿中，众仙神齐齐挑了挑眉，自是被这金翅大鹏鸟的凶力所惊。而光影一闪，画面中失去了金翅大鹏鸟的踪迹，只留青牛一声感慨：这憨批，咱都还没有动手，自己就进阵了。李长寿的虚影露出了少许微笑，对青牛轻轻颔首，消散于云海中。与此同时，凌霄宝殿那面大铜镜的画面迅速变化，分作了左右2幅，一幅是俯瞰视角，那金翅大鹏鸟正在一座困阵中左冲右撞，身形被一道道阴阳气息轻松地挡下，急得团团乱转。另一幅画面中，李长寿坐在连环阵的一个节点处，慢条斯理泡一杯茶，侧旁是一棵歪脖子树，大树的树枝垂下2条绳索，绳索上拴着一只木牌，其上写着3个大字。还是熟悉的配方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迷路啦？阵法，而且并不算太高明的阵法，只是此地阴阳2气较为厉害，让乾坤宛若如防御灵宝一般坚固，无法直接突破。当我们凤族没有9万年修行基础指引吗？这点学识积累我还是有的。发现自己被困在阵中，且强闯冲不出去，金翅大鹏鸟莽了几个时辰，就快速冷静了下来。硬闯不出去，必须寻找阵法生门。金翅大鹏鸟冷冷一笑，双目涌出金光，此地阵法的灵力流转路径清晰地印在心底。找到了生门。金翅大鹏鸟身形一闪，出现在生门前。他再次犹豫了。水神会布置这么简单的阵法？沉默了一阵儿，金翅大鹏鸟试探性地向前探出一步，周遭情形顿生变化。他身形向下坠了几丈，竟又掉入了另一处困阵。多重困阵啊！金翅大鹏鸟松了一口气，心底反倒是安稳了一些。他继续小心翼翼地探查各处，找寻生门，提防此地暗藏杀招。于是1步3查，目光如电，机警地扫视着各处。
凌霄宝殿中，一位仙神出声感慨：能将如此高手吓成这般模样，为水神矣。李长寿淡定的一笑：不过是他自身心性多有不足，非我之功。各位且看，他稍后在阵中见我，8成是二话不说直接动手。满殿仙神不由来了兴致，定睛瞧着那一面大铜镜。第4重天的连环大阵中，金翅大鹏鸟已经是寻到了第2处生门，这一次稍微果断了一些，观察了片刻就迈入其中。周遭场景再生变化，困阵之后依然是困阵。若非每个大阵不尽相同，金翅大鹏鸟都要怀疑自己是否是闯入了某种高明的阵势。但是接下来，困阵还是困阵，生门又见生门。金翅大鹏鸟前行越发的迅疾，眉头是越皱越深，一连闯过了20多处困阵，身形突然一顿，他看到了歪脖子树下喝茶的老道，以及那只悬挂的木牌。迷路了？哼！金翅大鹏鸟怒火中烧，背后闪出了2只金翅的虚影，迸发出数十上百道金色光雨，将那老道的身形那只木牌直接就打成了筛子。老道顶着浑身数十个透明的窟窿眼儿，淡定地放下茶杯，缓缓摇头，身形化作云雾消散不见。